上海是什么定义了这座城市的传奇天际线？一个名字拉斯洛·乌达克，战败国的士兵，身无分文的异乡人。他如何在这片冒险家的乐土，用土纸和砖瓦筑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从黄金时代的宠儿到风雨飘摇的孤舟，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上海的百年近代史。荣耀、悲伤、创造、别离，让我们一起找回乌达克的上海足迹。1918年10月26日，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还有半个月。从大连开来上海的轮船中，走下了一位手拿俄罗斯护照、瘸着左腿的25岁铁道工程师。他的隐藏身份是战败国奥匈帝国的陆军中尉。在此之前，作为俄罗斯军队的战俘，他凭借自己扎实的建筑设计和施工能力死里逃生，把修复火车站当作掩护，从地质崩溃、内战激烈的贝加尔湖畔，一路靠手摇火车顺着中东铁路进入了中国。哈尔滨的差事没办法攒够回欧洲的路费，就像今天许多在异乡漂泊的年轻人一样，一文不名的他把自己渺茫的未来寄托给了上海，这个当时世界上唯二不需要身份证明就可以居留工作的冒险家乐土。抵达上海的第8天，乌达克走过1907年重建的外白渡桥，来到了当时仍然被白军控制的俄罗斯领事馆更换护照。作为从布达佩斯皇家约瑟夫大学建筑系荣誉毕业，还追随过皇室建筑师的专业人才，此时的乌达克即将拿到他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办公地点就在前方的10里洋场。有力大楼，后来塑造整个黄浦江天际线的公河洋行的外滩首座。乌达克在上海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克里洋行就在这栋楼里。克里洋行的创立者罗兰·克里是向来到上海后的乌达克递出第一条橄榄枝的伯乐。他1914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极富生意敏锐度和人脉资源，是第一个在中国开设建筑师事务所的美国建筑师。克里洋行虽然规模不如公河洋行这些大型事务所，但业务同样繁忙，项目囊括了学校、住宅、公寓、办公和商业各种业态，有上千名员工。对于乌达克来说，这是一处迅速转换战俘身份、进入工作状态、了解行业市场的绝佳平台。克里也将乌达克带进了自己和夫人的一战协约国名流圈子，有俄罗斯国籍作为掩护，他很快和美国、法国、英国侨界的头面人物熟络了起来，这也为他日后在上海外侨圈中打响设计名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2年8月，克里和乌达克击败了15名英美建筑师，拿到了美国总会总部的项目。这栋大楼低调优雅，截至今天也是上海唯一一栋原汁原味的新英格兰风格建筑。在工作上，乌达克可谓进展神速，但生活在上海就是有这么一样挑战，他始终无法战胜。盛夏时节，在高温持续35到40度的3伏天里，上海处处闷热湿霉。习惯了故乡20度夏天的乌达克，在上海苦不堪言，一天要换好几次衬衣。就算办公室通风扇转个不停，他还是经常在绘图桌上挥汗如雨。虽然住进了静安寺旁边的豪华公寓，吃到了战前盛大晚宴一般的下午茶，还雇了3个厨师、2个管家，这都是他走出家乡开赴前线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场景。但思乡病是最严重的疾病，忧郁生活成了他的负担。乌达克计划在和克里的合同到期之后返回故乡，但克里极力挽留，开出了合伙人身份、自由挑选员工和股权收益的筹码。虽然乌达克认为在自己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下，克里在极力隐藏嫉妒，但他还是接受了新条件，推迟了回家的时间。
可自小被乌达克视作人生偶像的父亲，也正是在他推迟归期的这段时间，因为施工事故、公司破产以及国界变更带来的就医不便，提前走完了勤奋坚韧的一生。作为家中长子的乌达克，在上海得知消息后，既悔恨绝望，但又格外平静。他立刻接过了父亲公司的沉重债务，并向家人保证，无论人在哪里，他都将提供一切帮助。1924年11月，美国总会总部举行落成典礼，加上中西女塾、万国储蓄会银行大楼和住宅等项目的成功，克里和乌达克一时风光无限。然而，这对在外人眼里设计能力和商业头脑珠联璧合的生意伙伴，此时却突然结束了合作。克里离开了上海，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好在此时的乌达克已经不再孤身一人，在上海，他遇到了吉塞拉，那个将和他走入婚姻、组建家庭的人。吉塞拉的父亲独享巴斯夫染料在中国进口分销的权利，母亲则来自英国贵族家庭。年富力强的岳父不光在关键时刻为乌达克打开了德国侨民的资源窗口，更是建议他直接自立门户。虽然在事业上小有成就，但当时的乌达克显然无法负担公司注资、办公室租赁和员工工资这些大头费用。他的岳父倒是很看好这位金龟婿，主动借钱帮助乌达克租下了外滩24号横滨正金银行大楼的办公场地。1924年12月1日，乌达克登报宣布开设个人事务所。更关键的是，万国储蓄会这个老客户的新项目得以延续，其中就包括今天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名片的武康大楼。摆脱了合伙人的身份，也告别了孤身一人的生活。自立门户的乌达克手握着武康大楼这个至关重要的项目，他又将如何用建筑为自己在上海的传奇写下真正的开篇呢？